我是黄美玲，64岁，属老鼠。3年前我中了那个血管肿瘤，手术后，然后我的双脚行动不方便，医生就告诉我说，你的病情是可能是50%不能够走路，或者是50%可以行走。就是很幸运，我可以行走，不过是脚比较僵硬，然后晚上睡眠不好，又疼痛这样子咯。然后我自小呢又孝顺父母，然后帮助朋友很多，我又出钱又出力，然后没有要求他们还钱给我。然后我心想，为什么我自从来到禅堂之后，我才知道有业障，然后为什么我帮助这么多人，我还会得到这种业障呢？就是这个原因。还有我很想祈求师父帮助我脱苦这个痛苦，把我的业障消除。疾病和灾难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啊。对，那只能去勇敢的面对吧。就是你是经常借钱给人，怎么还得病呢？其实就是从像佛教的高僧大德也得病，他只是说不像讲法那样到处宣传啊，某某法师得病了，你所以得病你不知道，对不对？包括今天西方宗教之中那些掌门人也一样得病，但是呢，我们信佛的人呢得了病是不去埋怨别人。那你那个给人借钱，不算什么功德。你帮助人也不算吗？帮助人就算功德。如果你非要去这样说的话，我就开始跟你吵架我们有个吵法，比如说你呢欠别人100万，现在呢你经常给那个人还钱，现在还了25万，你钱还没还清楚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出现各种不舒服或者得病之类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说我们也不知道过去欠了多少债，对不对？所以呢，那你说我今世经常做好事，我怎么还会得病呢？因为从业力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职业是捕鱼，到海里到河里捕鱼，对不对？我这一网下去，这一天哇就捕了像小鱼几千条鱼是很正常的，对不对？那几千条生命就没有了。如果今世呢我开杀鸡场，你看大家去餐馆整天是各种各样的炸鸡鸡饭是吧？那在养鸡场杀鸡，这一天要杀多少呢？都数不清了，是吧？光怡保这个小城市的话，它那个养鸡场这一天我像一个小的养鸡场一天杀鸡也可能需要超过2000只这还只是一个小场所以在整个怡保这一天，光卖鸡肉之类的这样的论多少只鸡的话，每天都多于1万只，你可以理解吧那如果我前世，或者是你的，不要说你前世，或者你的爸爸或者是爷爷，他就是做杀生的或者捕鱼的人，他这一生杀过多少，对不对？那你还得病，那也没要你的命比如说光捕鱼一天就几千条鱼，他这一生呢，他能工作的30年算的话，哇，都数不清多少几百万条鱼都已经抓过了，对不对？但是对于你来说的话，只是得了个病。师父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2019年年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脚是没有力，然后腰背又很疼，我就去检查身体。后来我就去照了那个 MRI， 然后就发现我的血管里面动脉大血管在背后那边生了一个肿瘤，然后把它切除，然后就造成我的脚就行动不便了。它会很疼，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的，左右都不能够，有时平躺也是不能的，每一天都疼的，每一天它都是这样子发生的。开始的时候是2个星期，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够下床，然后到1个月后呢，我就可以拿董盖可以走路，然后到半年之后呢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双脚可以走路了，不过是比较难走了，它好像有一股力量这样拉扯住你的双脚然后晚上睡觉也很辛苦，翻来覆去的，
总之是不能够睡同一个姿势到天亮。我看您年龄哈，现在都64岁，都活到64岁，还长这么漂亮，身材还这么好，还戴这么多金子，你还戴红宝石，你看看还是挺富贵的，对不对？上天给人也不是要惩罚，一个自然的规律哈。等让人走的时候，说他比如说得什么什么病，比如说他得肝癌走了，全家人都觉得肝癌肯定就得走呀，是吧？如果是血管癌走也正常呀。最不能接受的，突然撞车死掉，对不对？说早晨我们一起还在早餐，哇，1个小时之后警察就打电话来说这个人撞死了，哇，全家人都受不了，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人到了一定年龄呢，上天给了我们得病，有时候会让我们第一个要反省自己，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反省说有没有业力。年轻的时候去索取这个世界，对不对？我都是一切拿来，像你这买来都是拿来，我自己装进我的口袋，对不对？有一定年龄之后呢，就要送出去。如果到我们临死的时候说，我还有几千万的存款，几千个红宝石的戒指，如果人真要到得病临死的时候，要不要送出去啊？得送啊，要不然警察全拿走了，对不对？所以到年龄，尤其过60岁之后，就学着往外拿出去。年轻的时候呢，26岁、36岁那个时候就要拿进来，那时候就拼命去捞，拼命去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华人过年就捞生，为啥来捞生？捞生鱼嘛，就捞生嘛，就从这儿来的。现在我们来捞素菜，还得捞啊捞，所以大概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世我说，哎，我借了钱了，或者我帮助一些穷人，我是不是我就不得病了？不可能，还会得病。就是我们还的债不如欠的债多，就是这样子。这就我所知道。听了师父一番话之后呢，我就是明白到业障是会累积的，是还不清的。我们可能会带到下一世、下一辈子去。然后说我们现在呢，就尽我们的所能去把我们自己多一点功德来清还。师父鼓励我们来去进修，多一点念佛，去禅堂。然后我是在接触第一次化骨法的时候呢，我第2天我的腰骨就不疼了，可以起床了。过后呢，我有参加健身班、念佛班，还有减压班，我还有去禅堂做义工，然后有什么节日我也有做功德。师父，我现在打坐的时候我的身体不见了。好，黄大姐，恭喜你哈！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打坐之后发现身体不见了，这已经是很好的现象，这是很好的哈。但是大家不要去追求哈，但是这个现象是好的。但是呢，你那种就是好像失去身体的感觉呢，其实对你的疾病那个康复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这为什么学禅修呢无论是感觉不见了，还是感觉之后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都是帮助。我们在禅修之中有几个反应，比如说特别严重的流眼泪，又没有悲伤就流眼泪特别好，就把你大脑之中的堵住的部分就通畅了。禅修之中流眼泪流出来的不是清水，我们做过实验，慢慢把这个眼泪弄到黑纸上去放干了之后，发现留下一层白粉，是不是前世吸毒造成的流出来那个眼泪是白粉而且流很多很多，完了之后眼睛就觉得特别的清亮，而且大脑也特别清醒，身体特别的轻松自在。这些都是通过禅修在做叫自我康复的疗法，这是特别好的。还有呢，皮肤呢会变得光滑，你也有吧？有，我的手起初第2天念佛的时候是粗糙的，对，我以为为什么我弄到什么化学了为什么那粗糙的这皮硬硬的，然后一听你讲解的时候说过几天就会化了，真的滑了我的手。对，而且比以往还要滑并没有擦过那些东西，但是手就很滑，你全身的皮肤都很光滑，所以它会变成美容禅修的好的话，它会脱皮，那个厚的那个僵硬的皮会脱掉，长出新皮来之后就会年轻。
它就促进这样的新陈代谢哈。所以好好来禅修，应该对你很有帮助的。反正提醒哈，你的面相来说，现在就是有钱用来养命哈，不要用来投资啊。因为现在对你的命相来说，对你投资和情感都没有丝毫的好处，就是这样哈。哎，这么巧，今天我刚刚想买这个，你现在师傅就赐我这个。头伸过来，我帮你加持。好了，好，祝你健康长寿啊！非常感恩师傅。好好好。本来呢，我是想要投资的，因为目前是没有收入嘛，我也想赚一点钱来维持生活。现在自从师傅告诉我了，我就不敢了，我就快收回了我的念想，然后我就会好好的把钱拿来养病吧。过后之后呢，我会时常去禅堂去进修，然后去做功德，这莲花。也在这里呢，还有万分的感激师父，因为我十分感动，看见视频他救了帮助这么多人，我的心里是用万分无量的爱去感激的心去还给师父，因为师父是给我们无量无尽的爱，我只是可以用我心底的这种爱去还给他，所以我是很敬爱师父的。从今以后呢，师父说什么我都会依照他的说法去做。我知道越来越好，世界这么大，为什么是我呢？这是我最幸运的地方，很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